小林啊，叔爷知道你比较困难，叔爷心疼你一个小姑娘，只要你愿意，叔立马就可以把房租给你免了。走开啊！哎呦，老婆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出差了就没人打扰你的好事了是吧？一会儿回去我再收拾你。不管刚才是谁先招惹谁，你都别在这儿住了，今天之内搬走。快换个房子租了。请问你家还有房子出租吗？我很安静，不会打扰你的。租房的都这么客气了，像个幽灵号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房租可以月付吗？我看到您发布的信息写的是押1付3。月付也行，押1付1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我下午可以过来看看吗？行，樱花巷17号，到了敲门，别按门铃，门铃坏了。请问，是陆先生吗？我是，你就是那个来租房的。你要不要进来？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站在雨里，慌慌张张往门里迈了一步，门槛绊了他一下，他踉跄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紧张，门框又不会疼。进来吧。我转身往屋里走，身后传来犹豫的脚步声。走了几步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站在门口的地垫上，正在纠结要不要脱鞋。那双帆布鞋湿透了。不用脱，进来踩就行。他这才小心翼翼地跟上来。3楼，以前是杂物间，上个月刚收拾出来。进来啊，这间采光最好。你看，窗户对着樱花树。我话没说完就停住了，因为我回头的时候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之前他一直低着头，我没看清过他的脸，现在他微微抬起了头，正好有一束光落在他脸上。他盯着窗外的樱花树，嘴角不自觉地翘起了一点点弧度。觉得怎么样？他立刻收起表情，重新低下头。很好。房租1000，押1付1，规矩得先说好，不能养宠物，不能带朋友回来过夜，晚上10点以后不能大声喧哗，能接受吗？他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。那个800行吗？果然要砍价。850，不能再少了。真的吗？假的。他被噎了一下。开玩笑的，850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行，可以的，谢谢房东先生。能接受就签合同，押1付1，身份证给我登个记。他从包里摸身份证的时候手在抖，掏了半天才掏出来。我接过身份证扫了一眼，林婉婉，19岁，本县人。叫婉婉，名字还挺好听的。那个，我可以今天就搬进来吗？随便。我没有很多行李。那就省事了，钥匙给你，自己收拾。晚饭我多煮了一碗番茄鸡蛋面，可能是还没适应这个包租公的身份吧，直到把面盛出来我才反应过来。坏了，下意识把他当成客人了，多煮了一碗。我端着面上3楼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抬手敲门没反应，又敲了2下还是没反应。我正准备转身走，门突然开了一条缝，一只手从门缝里伸出来。我一愣，把碗递过去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自始至终我连人影都没看见。不是，你好歹说声谢谢啊。第二天去厨房打扫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有人已经代劳了。厨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碗底还垫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：谢谢您的面，很好吃。我把纸条折好，随手夹进围裙口袋里，又从冰箱里拿了2颗鸡蛋放在那个碗里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笔交易。隔天下午我去扔垃圾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空气里有樱花的甜香和雨水洗过的泥土味。我拎着垃圾袋走到巷子拐角，忽然听见前面有动静。哟，林婉婉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退学了，怎么大学都不敢上了？我们不就是跟你玩了3年吗？至于吓成这样？让开！什么？大声点儿，我没听见。我说，请你们让开。哎呦，我看看画了些什么。又是树，又是花，又是天空。林婉婉，你还是这么无聊。不过这张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下一秒，他把画狠狠摔在地上，接着是第2张、第3张、第4张，画纸洒落一地。林婉婉发出一声像是被掐住喉咙的呜咽，猛地甩开左边的手臂，扑到地上去捡了一些画。你画这些有什么用？谁看啊？就是啊，林婉婉，你还不如把你买画纸的钱给我们呢。红毛还想开口，突然听到了脚步声，黄毛也回头看了一眼，赶紧嚷嚷了起来：走了，来人啦！下次再来找他玩。他们3个同时回头看向了我径直走过去，一脚踩住了他们掉在地上的手机。你谁啊？我是他的房东，喜欢欺负人是吗？来欺负我呗。你想干嘛？以后别来找他麻烦，不然别怪我找你们麻烦。刚好我最近也很闲。紫毛还想说话，却被黄毛拉住了。手机，你把脚拿开。我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几张被踩脏的画。以后别出现在这条巷子里，听见了吗？3个女生互相看了眼，红毛一把抓起手机，3个人跌跌撞撞跑到巷口，差点撞上垃圾桶。没事了，别哭了。谢
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捡地上的画。我叹了口气，蹲下来帮他一起捡。脏了的画有好几张，其中一张画的是天空，粉紫色的晚霞铺满宣纸，颜料被泥水阴开，倒是有种奇特的渲染效果。我看到画纸角落有一个小小的签名，最后一张是素描。我捡起来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画的不是风景，是一个人站在厨房里，围着围裙，正在煎蛋。虽然只是寥寥几笔的速写，但我认出来了，是我。画纸右下角他又签了一个名字，这个签名比其他的更小。我把这张画翻过来盖住，假装没看见。给你，画得很好。谢谢房东先生，那我回去了。他把画夹抱在胸前，低着头就往巷子深处跑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站了一会儿，弯腰捡起地上剩的几张碎纸片，丢进垃圾桶里。回到家，我坐在桌前，盯着电脑屏幕发了半天呆。屏幕上是我前几天接的一个远程兼职项目的代码，那个项目经理催了我3遍，还有一行死活改不过来。这回脑子里全是那张素描，烦躁得很。事已至此，先睡觉吧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呛醒的，不是被闹钟呛醒的，是被浓烟。我一睁眼就看见淡灰色的烟雾从门缝底下钻进来，在房间里缓慢地盘旋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，说不上来是什么烧了，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啊！我第一反应着火了，第二反应，靠！我一个翻身从床上弹起来，光着脚冲出卧室。客厅灌满了烟，源头是敞开的厨房门。你什么你？你是想把我房子点了吗？你是想把我房子点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就是想你昨天那碗面很好吃，我想做顿早饭报答你。报答？你是想下毒？不是，这个本来应该是鸡蛋煎饼，但是那个面粉好像不太对。我关了水，回头看他左边眉骨上有一抹面粉印子，右边脸颊上一道黑灰从眼角拉到下巴，像一只刚从灶堂里钻出来的小花猫。我没忍住笑了出来。他愣住了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我笑，大概也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事儿真他妈有意思。行了，对了，手我看看，有没有烫到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你藏什么？手伸出来。这叫没有。他不说话了，我叹了口气，从客厅的医药箱里翻出烫伤膏，挤了一点抹在他手指上。手给我。他的手指在我手心里微微发抖，指尖冰凉。以后不准进厨房了。听见了，可是没有可是，早饭晚饭我做，你负责洗碗，抵50块房租。可我本来850已经很便宜。你洗不洗？你洗不洗？洗。行，早饭吃蛋炒饭，等着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我算你账上，从下个月房租里扣。那锅买的时候120，折旧算你68。谢谢。你扣房租我都知道，你昨天说850就是故意少收的。你以为你是租金最低的？楼上那个200斤的胖子磨了我3天，我咬死900，一分没少。你什么价自己心里没点数？傻笑什么？去客厅等着。好，谢谢房东先生。从那以后，厨房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奇怪的约定之地。我说了不准他进厨房，但没说不准他在门口待着。每天下午5点半左右，我系上围裙开始淘米切菜的时候，他就从3楼跑下来，在厨房门口的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来。我把那把椅子叫做监工位。他从来不进来，就坐在门口，抱着膝盖，安安静静看我做饭。偶尔我回头的时候会撞上他的目光，然后他会迅速移开眼，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。平心而论，他是个不错的观众，看我做饭的时候不会指手画脚，不会嫌我切菜太慢或者油放太多。偶尔我往汤里加调料，他会微微伸长脖子，好奇地打量我手里的瓶瓶罐罐，但从来不开口问。他知道我不喜欢别人在旁边唧唧歪歪，虽然我从没说过这句话，但有一回我煲汤漏了放盐，自己都没发现。他已经把盐罐子悄悄推到了台面边上。吃饭的地方在客厅的矮木桌，我坐沙发，他坐对面的小板凳。头几天他总是端着碗不说话，把脸埋进碗里，筷子戳着米粒一粒一粒往嘴里送。后来他开始偷偷看我，再后来他甚至敢在我讲冷笑话的时候弯起嘴角了。有一天许仙送给他老婆一顶帽子，白娘子戴上之后就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帽子是鸭舌帽，鸭舌帽哦。我说你笑点也太低了。才不是，是房东先生表情太好笑了。晚饭后的洗碗环节是铁打的纪律，他洗碗，我擦桌子。他洗得很慢，洗洁精搓出泡泡，一个一个碗细细的擦，比做化学实验还认真。做完这一切，他会回头看我一眼，那个眼神的意思是我可以走了，去吧。我每次都这么说。谢谢招待。他不等我回应，说完这句话就噔噔噔地跑上楼了。这个流程重复了7天之后，我开始期待晚饭了。可能我比较贪吃吧。某天晚上，他洗完碗上楼之后，我靠在沙发上看手机，翻到了他昨天发的朋友圈。他头一天才加的我，头像是只白猫。朋友圈只有一张照片，是他拍的今晚的菜，配文是3个字：好幸福。底下没有点赞，没有评论。我盯着那3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手机丢到一边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楼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是他在房间里走动。这栋老房子隔音不好，楼上走几步路，楼下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平时他走得很慢很轻，像是怕吵到我。今晚的脚步声急促了一些，来回走了好几趟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没多想。我错就错在没多想。10点钟左右，我忽然听见楼上传来一声闷响，是身体撞在墙上的声音，然后是一声极轻的被拼命压住的呜咽。我抄起外套就往楼上跑。李婉婉，李婉婉！没人答，我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见一阵紊乱的急促的呼吸声，像是溺水的人被捞上来之后拼命吸氧的样子。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开门！我退后一步，用力一手踹在门锁上，门撞在墙上弹回来，被我一手按住。屋子里没开灯，只有手机屏幕的白光照在天花板上，屏幕还亮着，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消息通知。他蜷缩在床角，后背紧紧贴着墙，膝盖顶在胸口，整个人缩成小小一团。我不敢直接触碰他，但直觉告诉我问题出在手机上。捡起地上的手机，屏幕上是一个接一个的私信通知，密密麻麻全是骂人的话。最上面一条来自一个头像很花哨的账号，ID 叫草莓味的可爱多，内容是一长串截图和一段文字。大家避雷这个花手骗了我80块头像钱。我把手机摁灭扔到一边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。他剧烈地缩了一下，发出一声嘶哑的惊叫。林婉婉，是我。他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这是惊恐发作的症状。我之前见过一篇专门讲这个的文章，我拼命地回想着文中的解决方案。我来帮你，把他抱起来，让他靠在一个稳定的平面上，给他一个安全的、可控的环境，不要让他一个人。我抱着他坐到床沿上，让他靠在我怀里，他的心跳快得像一台失控的马达，砰砰砰，跳得毫无章法。我拉过被子把他裹住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呼吸放慢一点，跟着我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可能10分钟，可能半个小时，可能更久。他发抖的身体一点一点松弛下来，呼吸慢慢恢复成正常的频率，紧握的手指松开了，整个人软软地靠在我怀里，像一根绷到极限后终于放松的弦。然后他哭了，不是刚才那种压抑的无声的抽搐，是放声大哭。我把他搂紧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安静地抱着他，继续拍他的背。他哭了很久，哭到最后声音都哑了，呼吸平缓下来，身体不再发抖了。然后他慢慢从我怀里离开，用手背擦眼泪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谢谢。喝口水。他接过杯子喝了一口，呛了一下，咳嗽了2声，又喝了一口，然后双手捧着杯子，垂着眼不说话了。我捡起他的手机，解锁，点进那个草莓味的可爱多的主页，头像很漂亮，但内容很少，注册时间3个月，明显是个小号。我点进他发的那个避雷帖，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，聊天记录不全，只截了林婉婉说的话，而且顺序是乱的。最关键的那段对话，发稿时间、修改要求、对方确认接收，全都没有。我截图退出。你等我一下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。我转身下楼，踢开自己卧室的门，打开电脑。我是学软件工程的，虽然不爱干程序员这行，但查点网络痕迹还不够塞牙缝。凌晨2点17分，我查到了那个草莓味的可爱多的真实 IP 地址，关联到3个平台上的相同账号，所有账号定位在一个地址上，省城某大学城的一间宿舍。然后顺着这个 IP 查到他在另一个社交平台发过的炫耀帖，今天白嫖了一个头像，美滋滋。底下评论区，他的一个朋友问怎么白嫖的，他回复说画完了说退款，反正没签合同，他拿我没办法，哈哈。我截图录屏，把他删掉的聊天记录从缓存里复原，把他前后矛盾的退款记录和未收到退款的说法对比清晰，一共21条证据，时间线清清楚楚，逻辑缺口明明白白。凌晨3点，我把所有证据整理成一份长文，配上截图原图发到了网上，同时私信给了那几个最开始转发避雷帖的账号，以及一个专门帮画手维权的自媒体号。凌晨4点，那个草莓味的可爱多刷到了我的长文，慌了，开始删帖，太晚了，我的长文已经转发出去了。底下评论开始往上涨。谁啊？等等，这个证据有点全。操，反转了，这才是真相。骗子是那个可爱多，贼喊捉贼。切符我账画手，证据太全了。心疼画手小姐姐。凌晨5点，他公开道歉。凌晨6点，他把欠的80块钱头像费转了回来。附注：对不起。我把手机扔到一边，靠在椅背上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窗外天蒙蒙亮，樱花树上麻雀啾啾啾啾的叫，晨光透过半边窗帘洒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条淡金色的光影。楼梯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林婉婉走了进来，眼睛还是肿的。她看着我，我看着她，她看着我，我看着她，安静了很久。你没睡？睡了，一会儿就行了。她的目光落在我眼下的黑眼圈上。我都处理好了，你可以自己看看。她接过手机，低头翻了一会儿，手指停在那个对方已向您转账80元的页面上，停了好几秒，然后她的眼眶又红了。别哭，你眼泪太多了。她抬起手背擦了擦眼睛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你的租客。我
我站起来，走到厨房门口，拿起围裙系上。早饭吃蛋炒饭。你还没回答我。我打开冰箱，拿了3颗鸡蛋。可能是咸的。谢谢，谢谢你，房东先生。下次被欺负了要说，不会说就找我，我帮你说。那天之后，林婉婉变了一点点，变化很小，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。比如她吃饭的时候不再把脸埋进碗里了。你知道花为什么会笑吗？因为她有梗。偶尔会抬起头，在我讲冷笑话的时候，嘴角先弯起来，再假装喝水。比如她敢和我对视超过1秒了，虽然超出的部分通常以她手忙脚乱打翻水杯告终。再比如她洗碗的时候会轻轻哼歌了，哼的都是我叫不上名字的曲子，调子软软的，像春天的风从樱花树梢穿过去。有一回我故意站在厨房门口不走，她就越哼越小声，最后消音了，耳朵尖红的像煮熟的虾。你继续啊，挺好听的。她把手里的碗搓得咯吱响，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洗完了，然后绕过我噔噔噔跑上了楼。我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往嘴里塞了颗樱桃，真甜。4月中旬的时候，院子里那棵老樱花树开始落花了，花瓣像粉色的雪一样往下飘，铺满了整个院子。我每天早上推开门都得扫一遍。林婉婉蹲在院子边上捡花瓣，挑完整的、干净的，一片一片加进她的速写本里。捡这玩意儿干嘛？做书签。你做那么多书签，看得完那么多书吗？可以送你几个。那你看着捡。于是我扫院子时也开始斜着眼观察地上的花瓣。第2天，我的马克杯底下就压了一个樱花书签，塑封好的，压得平平整整。粉白色的花瓣被封在透明薄膜里，旁边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：谢谢房东先生的蛋炒饭。我把它夹进了床头那本半年没翻过一页的代码大全里。到了4月的第3个周末，我靠在门口喝冰可乐的时候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林婉婉已经在这里住了快20天了，我还没见她出过门。准确的说，除了那次被堵在巷子里，她根本没踏出过院门一步。她就像一只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的鸟，笼门开着，但她不走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我决定带她出去走走。周6早上吃完早饭，我把一个购物袋塞进她手里。走，去菜市场，帮我拎菜。菜市场就在巷口过去2条街，走路5分钟，人不多。这个点大爷大妈都买完菜回家了，摊贩都在打瞌睡。他还站在厨房门口，犹豫着不敢走。我请你吃门口那家糖炒栗子。他的眼神动了动，似乎在下某种决心。走吧，林婉婉，你不能一辈子不出门。你要是实在害怕，可以拉着我的心脚。安静了5秒钟，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其实菜市场没什么可怕的，同城是个小县城，城西菜市场拢共就3排摊位。卖菜的阿婆认识我，小鹿今天又来买菜啦，然后往我购物袋里多塞一头蒜。林婉婉跟在我后面，紧紧攥着购物袋的提手，低着头走路，偶尔被路过的电动车吓一跳，整个人往我身后缩。便宜点不，阿婆，我买3斤呢。我在菜摊前跟阿婆讲价的时候，她偷偷打量旁边的金鱼摊，眼睛追着一条红色的蝶尾龙筋转了一圈。想要？想要？他吓了一跳，猛摇头。我掏出5块钱买了2条小红金鱼，塞进他手里，送你。他把金鱼袋抱在胸前，嘴角翘了起来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主动往前走了一步，从走在我侧后方变成了走在我旁边，还是隔着3步的距离，但至少他不再躲在我身后了。那天晚上吃完饭，他把2条金鱼养在了一个透明玻璃罐里。我上去送洗干净的被套时，看见他在画那2条金鱼，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，画得特别认真。金鱼的尾巴画得又大又飘逸，在水里荡漾开来，像2团红色的烟。他把那幅画送给了我，底下签了名字，不再是那个缩在角落的小小签名，而是端端正正的3个字：林婉婉。5月初，他的一个插画被一个绘本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。那幅画是他之前在院子里画的，夕阳、樱花树，一个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里的男人背影。他把这张画发在了他的社交平台上，配文只有1个句号，结果那条动态被转了3000多次。然后出版社的私信来了：林老师您好，我是夜明画本出版社的编辑，看到了您的这幅画非整本绘本，可以的话方便见面详谈吗？他激动坏了，3步并作2步的从楼上冲了下来，举着手机给我看，手指戳着屏幕上那条私信，张了半天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也愣住了。他们要跟你签约，让你画1整本绘本。他拼命点头，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靠！我把手机还给他，然后一把把他抱起来转了一圈。他吓得尖叫了一声，然后发现自己双脚离地，慌乱地抓住我的肩膀，脸刷得红到了脖子根。咳嗽什么？我赶紧把他放下来，清了清嗓子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高兴，今晚加菜。他的脸红归红，晚上那盆酸菜鱼他一个人干了3碗饭。签约的事不出我所料，前面有多高兴，后面就有多难。编辑约了周3在县城的咖啡馆见面详谈。林婉婉听到见面2个字，瞬间沉默了。那天晚上他没来吃饭，我端着碗上去敲门，敲了好几遍他才开门。
眼睛红红的，一看就是又哭了。我不敢见他们，万一他们觉得我不行呢？万一我当面说不出话呢？万一……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你想画这本绘本吗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闷闷的点了点头。那就去，我陪你。他抬起脸看着我，眼睛里还挂着泪花。你不怕我到时候丢人吗？你丢什么人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孩子，画画又好看，做饭虽然不行，但是洗碗专业级。金鱼养得比水务馆的还肥，丢什么人？他呆住了，我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，转头看窗户，安静了大概10秒钟。房东先生，干嘛？你说我是你见过最好看的。我有吗？有。你听错了。没有。那你记得这么清楚干嘛？在咖啡馆见编辑那天，林婉婉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连衣裙。你要是再磨蹭，我们就迟到了。我出来了。她从拐角出来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神。不好看吗？好看，走了。公交车上人有点多，她被挤得晃了一下，下意识抓住我的袖子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然后轻轻把袖子从她手里抽出来。她愣了一下，正要缩回去，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，她僵住了。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往前开，窗外是成排的樱花树在往后退。她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，只是她的手从一开始僵硬的蜷缩，慢慢的松开了，然后轻轻回握住了我的手，手心有一点潮湿的汗，这是她独有的紧张。和编辑的见面比想象中顺利。林婉婉全程红着脸低着头说话，磕磕绊绊，但编辑是个戴圆眼镜的年轻女生，说话温温柔柔，全程没有打断她一次，反而在她结巴的时候主动把话接过去帮她圆场。合同条款我一条一条帮她看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之后把笔递给她，她的手抖得拿不稳笔，我握住她的手背帮她稳住。别怕，签了名，有我在。林婉婉3个字的笔画在纸面上微微颤动，但一笔一画端端正正，和她第一天留在我家的那张纸条上的字一模一样。出了咖啡馆，她站在路边的樱花树下，忽然开口：我做到了。我站在她旁边点了根烟，这是北漂时养成的习惯，回来以后就不怎么抽了，但那一刻莫名想抽一根。陆泽，谢谢你。他第一次没叫我房东先生。我把烟掐灭。不用谢，以后都这样。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看着。你走不动了，我背你走。他又笑，这次不是之前那些转瞬即逝的浅笑，是眼睛弯成月牙，把眼眶里转了好久的泪一起笑出来的那种笑。初夏的风从巷口吹过来，最后一片樱花瓣落在他的头发上，我伸手摘掉，他低下头，然后在我的胸前轻轻碰了一下，像樱花落在水面上，轻到几乎没有重量，却荡开了一圈久久不散的涟漪。我站在那里，心跳声盖过了整条街的风。他退后一步，转身跑了，跑出去几步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晚饭我想吃糖醋排骨。喊完就跑了，留我一个人站在初夏的黄昏里，像个木头一样杵在原地，伸手摸了摸脸，好甜，我好像要坠入爱河了。第二天，我在巷口撞上了不该撞上的人。还是那3个女孩，她们往巷口的电线杆子上一靠，像3颗发霉的糖葫芦。看见我出来的时候，她们僵了一下，然后装模作样的低头玩手机。我走出去10几步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低的嘀咕：真住这儿啊？送快递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，噼里啪啦砸在瓦片上，像1万个人同时敲鼓。我撑着伞踩了一路水坑，回来的时候浑身湿了半截。走到巷口，看见3个影子站在我家院子门口，他们推门进去了。我在后面把坏伞收拢，我把伞往地上一戳，跟了上去。他们站在院子中央，仰头看着2楼和3楼的窗户。红毛仰头扯着嫂子：林婉婉，下来一下呗，我们聊聊天。对呀，下来呀。 3楼的窗帘动了一下，林婉婉的影子僵住了，然后往后缩，从窗边消失了。林婉婉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姐妹一场，我们特意来看你，你连门都不开，不会是有男人了就把姐妹忘了吧？我把伞戳在墙根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走了过去。找谁？找谁？哟，房东大人好啊，我们来找姐妹叙叙旧，不关你的事吧？叙旧？上次在巷子里摔她的画，这次打算摔什么？什么摔画啊？那都是误会。我们和林婉婉高中就是好朋友，那时候她可喜欢跟我们玩了。林婉婉，你出来啊！你说说，我们是不是朋友？3楼的灯灭了，整面窗户陷入黑暗。红毛喊了一半卡住，噎了一下，转身看我。不好意思的人会把灯关了吗？你们走吧。行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是她男朋友？是，所以你们以后离她远一点。哟，真有意思。走啦走啦，人家有护花使者了，咱们高攀不起。挺帅的小哥哥，可惜眼光不还行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在学校出了名的。你们走吧。哟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我已经报警了，
你们再不走，警察会来找你们的。林婉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掉个凯子就不认我们姐妹了？对啊，林婉婉，你好歹下来跟我们说了2句话吧。你们欺负了我3年，现在还不肯放过我吗？我一把抄起墙角的扫把，你们走不走？怎么着？你还想打人？你来打我呀！你这叫故意伤人。我不把你讹出 S 来，算你今天拉得干净。你是智力有缺陷吗？你这叫私闯民宅，我有权驱逐你们。而且你觉得我这么大个院子没有监控？我们走。红毛站起身，和她的2个姐妹跑出了院子。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们。慢走不送哈！再看到你们3位，我不介意带你们去喝茶哦。3楼的林婉婉长出了一口气，关窗吧，林雨会感冒的。她没动，我叹了口气，转身往楼里走。刚进门，楼梯上就传来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。她连鞋都没穿，光着脚从3楼跑下来。没事了。她一头扎进了我怀里，力气不小，撞得我往后踉跄了半步。她的手指紧紧揪着我后背的衣服，揪得死紧，指节隔着湿衣服搁在我背上。谢谢你说你是我男朋友。我把手放在她后脑勺上，轻轻揉了揉她湿漉漉的头发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我郑重其事地开口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那个，你不是为了赶他们走？我不会当真，你不用。林婉婉，我喜欢你，你呢？你那天在厨房门口说我是你见过最好看的女孩子，那时候就……这事儿你能不能别提了？不能。我也喜欢你。那现在，男朋友可以光明正大护短了。